玛格在知道自己被嫁给波旁家的亨利后，歇斯底里的大发脾气。查理九世对妹妹心疼不已，表示会想尽办法阻止这场婚事。大家好，欢迎光临露天电影院，我是吉利波。今天给大家带来《毒舌王后》第2季的第8集，也是最后一集。吉斯公爵夫人眼看着计划落空，如果玛格成功嫁到波旁家，那就意味着王位会被波旁家夺去。吉斯家的洛林主教就会被烧死，弗朗将军和自己也会被流放，然后惨死在仇人的暗杀里。他想到一个破釜沉舟的办法，就是让弗朗将军去获得玛格的贞操，然后以此来破坏这门婚事。他安慰儿子不必真的这么做，只需要弗朗将军给玛格写封信，单独约他出来，并把谣言放出去就好了。弗朗将军再三犹豫，为了弟弟和家族的存亡，他决定听从母亲的安排。无论他对玛格多么有好感，也不可能比即将覆灭的家族更重要。国王真的来找母亲，要求取消玛格与亨利的婚事，母亲拒绝了。查理九世认为自己都已经皈依了新教，玛格这门婚事根本就不必要。母亲直言，查理九世命不久矣，所以这门婚事才是真正的和平交换条件。国王对自己身体的状况并不意外，只是没想到母亲竟然也知道。他干脆横下一条心，反正横竖都是死，大不了就打仗，无论如何都要换取玛格的自由，哪怕把法国夷为平地都在所不惜。一向软弱的查理竟然那么决绝，而且儿子对自己的误会那么深，认为自己就是蓄意想要破坏儿女们的幸福。拉西玛匆匆送来了吉斯加弗朗将军给玛格的信，凯瑟琳让把信送去给玛格，这令拉西玛吃惊不已，但还是照做了。胡安娜为了婚事匆匆来找凯瑟琳，见面就吞吞吐吐地说自己听到谣言称玛格已经被玷污了，吉斯家的弗朗将军与玛格之间有暧昧关系，所以这门婚事难以成行。凯瑟琳装作吃惊，在得知这是吉斯公爵夫人传出的消息后，马上表现出义愤填膺，发誓要彻查此事。如果女儿真的已非完璧之身，那么自己会第一时间解除婚约，并把女儿送去修道院。对此，胡安娜甚为满意，她希望自己的儿媳妇儿是个不通人事儿的懵懂女孩。凯瑟琳马上赞同，并邀请胡安娜和自己一起微服外出逛街。胡安娜在英国与伊丽莎白女王也干过这事儿，于是爽快的就答应了下来。夜晚，安茹来找哥哥。国王哥哥恭喜安茹即将如愿登上王位。安茹觉得自己这个同性恋根本没有戏，哥哥安慰她那只是出生时的一个小错误，这让安茹倍感意外，也对哥哥的感情瞬间拉近了不少。凯瑟琳忽然驾临，看到2个孩子病逝前嫌，很欣慰。然后他告诉查理九世，自己之所以执意要把玛格嫁给亨利，是因为玛格和弗朗将军走得太近，有传言称她已经不是处女。眼看儿子不相信，他索性告诉儿子，现在弗朗将军就在玛格的房间里。查理九世匆匆来到玛格的卧室，破门而入，正撞上2人在床上缠绵。盛怒之下，查理九世赶走了弗朗将军，然后要求玛格必须嫁给亨利。玛格想反对，但这次查理九世彻底不再相信他，认为他就是假装清高，假装与众不同，实则是个不顾后果、肆意妄为的骄纵女孩。玛格指责哥哥跟母亲一样蛮横，查理九世忍不住甩了玛格一耳光。他对妹妹的失望已然转变成冷漠，玛格就和宫廷里其他人一样，不再纯洁善良、洁身自好，那就干脆撕破她伪装的外衣，扔到本该属于她的命运里去承受每个人都在承受的无奈和痛苦。查理不想再看妹妹，扭头拂袖而去。凯瑟琳进来看望女儿，玛格向母亲求救，可惜一切再也没有余地。母亲早就教过女儿，可女儿根本不懂得世道艰险，人性复杂，现在谁也帮不了她。人生里的一些亏一定是要自己去吃的。胡安娜按照约定来到城里一家手工品店，凯瑟琳迟迟未到，仆人要及时女儿冒充店员出现在这里。她一边恭维着，一边拿出一双手套推荐给胡安娜。胡安娜爱不释手地戴上，可紧接而来的灼痛感让她非常痛苦，慌乱中又无法摘下手套。就这样短短几分钟，胡安娜就一命呜呼了。她的遗体被送往新教徒营地，
拉西玛紧随而至，转达凯瑟琳皇太后的哀悼。波旁家当场就指责这是凯瑟琳安排人干的。拉西玛根本不理会他们，直接问伊迪丝是否会准时参加亨利和玛格的婚礼。波旁家奋力阻止。拉西玛拿出一份皇太后签署的摄政权转让书，递给伊迪丝作为保证。虽然这份文件的正式生效还需要查理九世签字，但查理九世已经受洗新教，签字只是早晚的事儿。波旁家的胖子觉得不可置信，安托万试图阻止儿子，可年轻的亨利暗恋玛格，对这门婚事充满了期待。伊迪丝满意地接过文件，让拉西玛转达婚礼将如期举行，然后大声地向信徒们宣布。众人欢呼着，新教圣女将入住法国皇宫，欢呼着新教的全面胜利，甚至连叛变的陪嫁女佣都向自己的小学徒儿子感叹：伊迪丝竟然能够打败凯瑟琳皇太后。此时，凯瑟琳正坐在花园里享受着疾风骤雨前的平静。黑小哥来向凯瑟琳辞行，新皇宫建设完成，他会按计划启程去美洲大陆。凯瑟琳客气地表达自己的不舍之情，然后邀请黑小哥参加完玛格的婚礼之后再走。黑小哥爽快地答应下来。眼看婚礼无法阻止，波旁家的胖子嘱咐侄儿一定要提防女人，女人的话都不能相信。看来他是被伊丽莎白女王伤得不轻。父亲安托万则婉转地希望儿子最好别结这个婚，远离宫廷的尔虞我诈。殊不知，儿子一脸期待地表示，自己就是喜欢这种身处政治漩涡的感觉，既兴奋又刺激，这一切都很合适自己。因为这种环境让他可以理性地看着别人因为情绪激动而错误百出，这真是有趣极了。这番话让老爹很无语，他觉得儿子就是脑子出了问题。另一边，吉斯公爵夫人要求儿子在婚礼现场当众宣布与玛格有私情，要是儿子敢违抗，那么他就会亲手把主教儿子丢给天主教协会烧死。这个威胁也真是没谁了，用一个儿子的命去威胁另一个，好像都不是他亲生的一样。盛大的婚礼在教堂举行，伊迪丝带着信徒们浩浩荡荡地进了城，沿途的天主教家庭纷纷关门闭户。玛格在安茹公爵的陪伴下走上了婚礼红毯，一众人丝毫没有新婚庆典的喜悦。吉斯家的洛林主教主持婚礼，吉斯公爵夫人提出异议，表示自己的儿子弗朗将军有关于玛格公主清白的证词，可弗朗将军马上否认，坚决地表示自己没有要说的，搞得吉斯公爵夫人尴尬地退了回去。婚礼继续进行，接下来主教询问亨利和玛格是否愿意接受这个婚姻，亨利爽快地答应了，但玛格迟迟不肯点头。凯瑟琳使了个眼色，安茹大步上前，把玛格的头按下去，表示同意。玛格真是欲哭无泪。教堂的钟声响起，结婚礼成的钟声传遍了巴黎的每个角落。夜晚，伊迪丝带着全副武装的信徒来到皇宫，要求马上让查理九世在摄政权文件上签字。凯瑟琳安慰他，只要新婚夫妻圆房之后就可以，并表示进入皇宫需要卸掉武器，自己都撤掉了卫兵以示诚意。伊迪丝不太情愿地答应了。看着卸掉的武器，凯瑟琳心满意足地转身进入皇宫。接着他约见了蒙莫朗西，直言他不相信伊迪丝拿到摄政权后会善待法国。蒙莫朗西也接受这个结论，但他无可奈何，在法国和养女之间，他已然选择养女。他希望凯瑟琳皇太后跟自己一起离开王庭，从此退休隐退乡间。于是凯瑟琳让他在仪式结束后到后院等自己。羞耻的圆房表演又一次上演，玛格忐忑地走进来，她已非处女，被发现是迟早的事儿。查理九世很尴尬地宣布仪式开始。兴冲冲的亨利看到满脸泪痕的玛格，忽然心生不忍，当场宣布自己结束了。安茹感叹真快。凯瑟琳满意地通知大家可以去参加婚宴庆祝了。这一仪式又一次草率地敷衍过去。
一切都按照凯瑟琳的计划在进行，序曲慢慢拉开，吉斯公爵夫人充满了不祥的预感，她极力把老情人安托万留在身边，胖子只好独自去参加婚宴。玛格根本没有参加婚宴的心情，亨利体贴地留下来陪伴他。拉西玛与黑小哥约定婚礼后就私奔，没想到刚回房间就被反锁在屋里。凯瑟琳找查理九世签署了摄政权移交的文件，然后把西西带来陪伴儿子。药剂师女儿给安茹送来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动手的时间。安茹公爵这个眼神真是帅呆了，这部剧里他真是最帅的一个，成功圈粉。宴会热闹地进行着，查理九世为新婚夫妻敬酒。黑小哥没见到拉西玛，有些惴惴不安，同时他从盘子下发现了自己送给凯瑟琳的项链。蒙莫朗西为了赴约提前离席，走的时候拍了拍伊迪丝道别。看着这一切歌舞升平的样子，伊迪丝放松了警惕。他询问凯瑟琳什么时候正式宣布自己的摄政身份。凯瑟琳起身表示现在就宣布。然后他拿起一把餐刀，我觉得一刀划开了伊迪丝的脖子。随后他就平静地离开了宴会。安茹带着一众剑客鱼贯而入。蒙莫朗西在后院终没有等到凯瑟琳，却等到了致命的一刀。第一集中凯瑟琳就捅了他一刀，没把他捅死，侏儒刺杀也没有成功。这一次他终于还是死在了凯瑟琳安排的刺杀之下。欢乐的婚宴瞬间就变成了地狱。温柔的伊人们转身就是逃命恶鬼，所有杀手都以吉斯家的名义实施屠戮。术士也参与其中。没多久，整个宴会厅就安静下来。幸存的查理九世认出了弟弟安茹。当安茹推开婚房要杀死亨利时，玛格起身阻止。他誓死保护亨利的坚决让安茹住了手。玛格带着亨利来见母亲，凯瑟琳平静地承认这一切都是自己的安排。玛格赌气地声称自己就是要保下亨利，以此宣誓从此以后事事都会以违抗母亲为目的。凯瑟琳毫不介意，女儿到现在还是不明白，赌气对别人来说根本没有任何意义。查理九世指责母亲毒蝎心肠，母亲平静地把同样的选择放在儿子面前，那就是那些在城里狂欢的新教徒，明早醒来就会得知这场宫廷屠杀，他们都会揭竿而起，到时候大家可以选择用生命赎罪。查理一听就愣住了，面对生死，他最终选择把那些新教徒杀死在睡梦中。凯瑟琳满意地笑了。全副武装的士兵从四面八方涌入城市，一场全城的杀戮开始了。清晨，整个城市血流成河，尸骸铺满街道，河水里飘满了浮尸。波旁家的两兄弟死里逃生，迪斯家成了背锅侠。天主教联盟一众主教被作为凶手吊死，吉斯两兄弟等待审判。红衣主教咬牙切齿地希望这世上没有上帝，这样自己就可以亲手杀死凯瑟琳。拉西玛因为怀孕而免于一死，而她生下孩子后的命运似乎也并不乐观，一切都以暴力作为结束。凯瑟琳向大家解释，经过这场屠杀后，母慈子孝，夫妻恩爱，家庭幸福，王国繁荣昌盛，国王身体健康，不健康也没有关系，反正后备有人。总之，若要一切如意，必有一场献祭。这一次，凯瑟琳用半个城的人命豪赌一场盛世，她能否如愿呢？且听下集分解。可惜目前的消息是不会再有下一季了。第3季被星光电视台退订了，因为第2季的收视率不高，很遗憾要与本剧道永别了。本来我还非常期待安茹公爵在下一季的精彩表演呢，看来只能去关注她的新剧了。好消息是，本剧的编剧兼制片人贾斯汀·海瑟和制片人埃尔文·斯托夫将制作本剧的衍生剧《伊丽莎白女王》，主演很可能就是本剧中饰演伊丽莎白的女演员米妮·德莱福。
不过还是很希望《毒舌王后》第3季能够有峰回路转的机会吧。好的，本集真是很精彩，让人意犹未尽。如果它是本剧的终章，也算是一个很棒的结束了。在历史上，圣巴托罗缪大屠杀并没有发生在玛格与亨利新婚当夜，而是发生在婚礼的5天后。策划发动者是吉斯家的亨利。这场大屠杀一直从巴黎市延伸到巴黎市郊外的村镇，持续了多个星期，死亡人数没有被具体统计过。天主教与新教双方争论的死亡人数差距甚大，从2000到7万人之间。唯一确切的数字是当时的巴黎市政府支付给工人用于在1周内收集和埋葬冲刷到城市下游塞纳河岸的1100具尸体的费用，以及其他有付费证明的尸体数量。显然，这与真实的死亡数字相去甚远。纵观历史，宗教引发的战争一直是人类无法摆脱的噩梦。令人感到讽刺的是，任何宗教的产生及其追求的终极目的，不就是让人摆脱痛苦和困惑吗？可偏偏一个救苦救难的存在，却成为战争和痛苦的源头。也许我们只能寄希望人类在100年或1000年之后，找到一个超越宗教的存在，来求得精神的救赎和心理健康。好的，今天就瞎扯到这里，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，欢迎大家点赞关注，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，我们下期见。